主席开不开心？主席，有没有松了一口气？有什么话想说？同步还好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今天凌晨3点多在台北地方法院门前的一幕啊，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从法院里走了出来。柯文哲无保起会。黄国昌宣布羁押庭结果，等候已久的小草们兴奋地又叫又跳，民众党党公职们振臂欢呼。这时，黄珊珊拥抱陈佩琪，陈佩琪似乎哭在他的怀里。妻子陈佩琪激动拥抱柯文哲，能够有回家这一幕，全靠律师辩护。在过去的70个小时的时间里，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经历了一场司法风暴。台湾的媒体评论说啊，这位撼动蓝绿的政治强人呢，自己命悬一线，给自己装上了叶克膜。什么是叶克膜呢？叶克膜就是人工肺，是吧？那意思也就是说，柯文哲不但面临着自己政治生命的这种绝境啊，同时也有可能丧失自由，直接被关进北土城看守所。但是在今天凌晨3点多钟，法院羁押庭的裁决结果出来之后，柯文哲被无保请回。那么也就是说，柯文哲在跟检方的第一回较量过程中，暂时获得了喘息之机。从法庭走出来的柯文哲立刻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本来如果司法单位有问题可以传讯的，他不需要在清晨的时间然后出动用搜索的方式去搜索台湾主要在野党的主席的住处、办公室，还有中央党部，特别是去搜索台湾民众党的中央党部，无法理解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他们在搜索以后，查扣手机跟硬碟，再拿里面的资料去编故事，在这2天当中，可以说是极尽压迫跟凌虐。那么柯文哲对检方的指责到底是不是有道理？过去的70个小时里头，柯文哲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柯文哲的70个小时的故事吧。柯文哲的这次司法公报要从上个星期五一早开始讲起。上个星期五一大早台湾的廉政署兵分10路开始搜查柯文哲是柯文哲他们家、民众党的总部、柯文哲的办公室，还包括前台北市长彭正深以及他们的家里面。如此大阵仗在台湾的司法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早晨6点多钟的时候这个廉政署的人就开始敲柯文哲他们家的家门，结果里面没反应。联署的人确定柯文哲夫妻俩就在家里面，于是就在门口等到快到8点钟的时候，再次按门铃才进去进去之后就在家里开始搜查了足足4个半小时。那么台湾的廉政署这次搜查柯文哲他们家起因是因为金华城案。金华城案我们上个星期4的节目提了一嘴，但是没有详细讲。我们今天呢要详细讲一下这个案子。所谓的金华城最早这块地呢是唐荣的一个机械厂，后来在上个世纪的1987年呢就被这个好像是维京集团就把它收购了。这维京集团的老板呢就是那个沈庆京。收购了之后呢，他想在这个工业园区的基础上盖一个购物中心，但这里头就涉及到土地使用权的变更。因为过去这块地呢是工业用地，那你要盖购物中心的话就变成了商业用地。台湾的土地实际上跟大陆一样有这个用途管理，你是住宅用地还是商业用地还是工业用地还是农业用地都不一样。那你买的时候是工业用地，你要把它变成商业用地，那就意味着土地的价值会大幅增值当时正值陈水扁当台北市的市长。
所以啊，但是沈庆京啊就跟台北市啊就反复交涉，就说你要盖个购物中心，这不是便利吗？对吧？对台北市也有好处吗？但是台北市的意见是啊，你盖成购物中心，你这土地用途变更了，过去没有先例啊。那要变更的话，意味着你的土地价值大幅溢价，这怎么办呢？于是陈水扁啊，当时啊就跟沈庆京讲，他说你这个房子你是可以变，但是呢，在土地上你必须捐出30%的土地做公园、做博物馆，这第一。第二呢，你剩下70%的土地中间的20%还要拿出来做停车场。这停车场不仅仅给你这个购物中心使用，还要供周围的老百姓使用，啊，要变成公益性嘛。这样的话，你多出来的这个钱，这个认为是合理合法的。后来在1998年的时候，双方就达成了协议，就开始盖这个金华城的购物中心，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开业。当时开业的时候，这金华城的购物中心是全台湾最大的购物中心，非常气派啊。那么它的那个容积率啊，当时是按照560%核定，但是由于捐了30%呢，最后实际上算下来是390%。这购物中心呢建起来之后啊，生意一开始还不错啊，但没隔几年之后啊，很快生意就不行了。一方面，台湾现在也受网络购物的影响啊，另外一方面，好像是有一些地铁线路调整的原因。总而言之，这金华城的购物中心生意开始一落千丈。据沈庆京自己讲，最近7、8年每年都亏损2、3个亿。于是这个时候他就会想，这购物中心不能办了，我要把这个房子推倒之后，重新盖这个豪宅，把这个商业用地变成住宅用地。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土地的容积率就非常重要，因为当时台北市给他核定的是390%嘛，那他坚持认为应该是560%。到底什么是容积率呢？其实以白话文来说，就是指一块土地上能够盖多少个楼地板面积。容积如果非常高的话，它基本上可盖的楼地板面积也很大，也代表说它未来可以销售的面积很大，表示说它的开发价值很高。于是就因为这个390%还是560%，这沈庆京跟台北市政府啊交涉了若干年，双方还打了很多次官司。当时台北市的市长啊是郝龙斌。郝龙斌呢坚持就认定是390，不是560，双方死磕了很多年。后来郝龙斌下台了，柯文哲当了台北市的市长。这个时候呢，沈庆京就继续跟台北市进行沟通，结果最终啊，在柯文哲的任上的时候呢，就认定这个土地你可以继续盖商品楼，然后呢，土地的这个容积率啊是5.6%。结果到了2021年的时候，有人发现，最终的金华城开始盖房子的时候，不是560了。变成了840，又一下子增高了吗？所以有人就怀疑啊，这金华城啊跟台北市之间有利益勾兑。结果呢，沈庆京就说，他这个20%的增加是依据当时土地管理法中间的第24条，属于正当的奖励范围。当时啊，台北市的议员苗博雅还在议会上质询这个柯文哲。你知道金华城的这个容积奖励的事情吧？这你知道吧？大概细节我不知道的，但是那没关系，我来跟你讲细节。来，容积奖励与条件，金华城得到了3个奖，那个表格出来，韧性城市、智慧城市跟宜居城市啦，3个加起来可以奖励20%，最高大概997坪的楼地板面积啦。如果换算成市价，应该是有10亿以上的这样的奖励。你这个韧性城市奖励、智慧城市奖励、宜居城市奖励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你是根据哪一条法律给予金华城这个奖励的？你是容积是公共财哦，我们把市民的公共财997坪楼地板送给财团，一定要有法律依据吧？请问法律依据是什么？哪一个法律哪一条告诉你说可以给这些容积奖励？那么今年5月12号的时候啊，这个国民党的议员钟小平就到台北市地检署去按铃去状告柯文哲，也包括前台北市的副市长彭正生。我还不谈公平正义，我要替台北市市民要回400亿耶，那他们柯文哲送给别人400亿，是公平正义吗？今天黄珊珊敢讲话吗？彭正生敢讲话吗？柯文哲敢讲话吗？你们觉得他根本不躲你们记者吗？柯文哲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你不是辩才无碍吗？你柯文哲，你干了这个事，我觉得丢人呐！怎么出这样子一个贪腐的台北市长？这莫此为甚，我觉得丢脸。台北市羞耻，250万人的羞耻。我讲一句话重的话，今天法律上我要告他，在政治上
3个字送给柯文哲：脏东西，脏东西，怎么可以这样子送土地给人家，送容积给人家？脏东西，柯文哲。于是呢，台北市的地检署，也就是检察官就立案了，开始侦查了，把柯文哲和彭正生呢作为被告。这侦查来侦查去，到今年8月12号的时候啊，检察官首先把彭正生约谈了。约谈了之后呢，彭正生当时被无保释放，但是呢，对他进行了限制，说呢，你不能离开台湾岛，也不能离开本岛到其他的离岛啊，主要是以居家为主。说白了，就是已经严重怀疑彭正生啊在本案中间有不法行为。到了8月27号的时候，风云突变，台北市有一个议员叫应晓薇。这应晓薇啊，他准备在桃园机场坐飞机去香港，结果他到机场的时候呢，发现他已经被边控了，出不去了。结果这应晓薇啊，发现自己出不去之后呢，立即开车从台北桃园机场就直奔台中机场。他从台中机场想坐飞机啊去金门，手里还拿了台胞证。那当时啊，大家都猜测这应晓薇是想逃跑，因为他看桃园机场啊去不了香港了，他就想飞到金门。金门那个地方有小三通嘛，他拿着一个台胞证就可以直接从金门跑到厦门嘛。这应晓薇啊也挺有意思的，他过去是个演员，大家如果看过1984年版的《神雕侠侣》，他在这个里头啊就演那个郭襄，演过不少部电视剧啊。后来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国民党提名他参选台北市的议员，后来就当选了，也是在台湾呢政界不多的有演艺界人士啊进入政坛的一个人呐。这应晓薇为什么要跑呢？就有人发现，这应晓薇啊给金华城案办了30起啊，30场协调会。就当时不遗余力的替金华城啊来游说，那就怀疑啊，应晓薇是不是跟金华城之间有关系啊？8月28号，金华城的老板啊沈庆京也在家里被抓了。谁向您索贿，沈先生？和同样被列为被告的威金集团主席沈庆京以及吴姓助理都遭声押禁见，被关在法院拘留室，准备等开羁押庭。检联展开大动作搜索，且提出声押，关键就在查出应晓薇涉嫌收贿4500万，为沈庆京当牵线人。这钱呢都汇到了这应晓薇的男朋友的账户里头啊，结果她男朋友也被检调机构给抓起来了，最后以500万的这个保释金呢被获释了。但是应晓薇呢实际上是声押禁见了，就是因为她逃跑嘛，于是呢就不让她放出来了啊。从这个信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金华城案涉嫌这个过程中间有不当得利的行为，应该说证据已经比较充分了。当时很多人还传言说沈庆京有1个多亿的钱呢不知所踪，都去收买当时啊台北市政府啊这个都市这个规划委员会的那些成员了。于是就在8月30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整个台湾的这个廉政署啊就开始收网。这一天一早呢，就到了柯文哲他们家，开始对柯文哲他们家进行搜查。星期五中午啊，柯文哲啊被检调机构带出自己家门的时候啊，他对着媒体说了一段话。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的住家、办公室，还有中央党部也都被搜索。当然，我非常坦荡，我知道我没有问题。我也希望执政当局要清楚的说明，他今天是有什么证据，要做这个动作，就这样。主席会觉得政治迫害？没有，不是，我跟你讲，政治迫害，我不会觉得什么不要绿色立场。我们还是希望台湾的司法是可以被信任，但是这样，今天既然他们做了，他们就要说明说，他们今天是有什么样的证据，有合理的理由，要来搜索台湾民众党的中央党部，还有我个人的住家跟办公室，他们要说明。好，就这样。在楼上待了4个小时，他们有找到。说完这段话之后呢，柯文哲啊就跟这个检调部门一起去了廉政署。那么柯文哲当时去的时候呢，坚持坐自己的汽车，这里头其实也有点讲究啊，有点说法啊，就是坐自己的汽车去，相当自己自愿配合检调机关调查，也就是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之身。如果坐着廉政署的车去啊，给人感觉是被强行带到廉政署的，那你实际上就不是自由之身了。因为你去检调机关调查有2种形式嘛，一种就是自由的配合调查，另外一种呢就被强行带去的。所以柯文哲当时坚持自己还是自愿配合调查。到了廉政署之后呢，就询问，这询问一直持续到这一天的深夜。
廉政署询问完之后，就把柯文哲呢又移交给了台北地检署，就是把这个案子交给检察官了，由检察官去继续接这个案子了。说明这个时候已经把柯文哲列为被告，而且认为柯文哲有重大犯罪嫌疑。到了台北地检署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已经是8月31号的午夜，9月1号的凌晨。那么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就上来直接开始讯问柯文哲。柯文哲当时就不干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已经是午夜了，按道理来讲一个休息嘛。这里头我要补充一个信息啊，台湾的刑事诉讼法对法院审理案子，也包括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啊，都有时间限制，不能午夜连夜疲劳审讯。但是唯独对检察官没有这个相应的法律规定，是一个灰色地带。但是呢，从一般的人权角度来讲，确实不太应该午夜讯问一个犯罪嫌疑人，又不是一个特别急迫的案子，是吧？你第二天讯问也没关系嘛。就当时检察官就要深夜讯问柯文哲，柯文哲就不干了，柯文哲就说我不接受夜间审讯。那当时检察官就说，那你可以在我们这儿休息，休息完明天早上我们继续讯问。那柯文哲又不干了，柯文哲的意思就是说我自愿配合你们检调机构的调查，我是自由之身呢，我得回家呀。结果那检察官就不干，不允许他回家。柯文哲起身要离开的时候，柯文哲据说跟这个检察官说，有准你就逮捕我。结果这检察官当庭宣布逮捕柯文哲。这消息出来之后啊，那整个舆论大哗，所以当时许多媒体啊都云集在台湾地检署的门口，而且呢，柯文哲的那些小草的支持者也来到这里啊声援柯文哲。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那主席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疲劳讯问，所以主席是主张说他要拒绝夜间讯问。那我想这个是有他的考量啊。那检察官认为说，可能认为说不能让主席离开嘛，所以就当庭预知逮捕。到第二天的时候，柯文哲和他的律师就申请提审。什么是提审呢？提审就是说，当然了，柯文哲他作为配合检调机构调查的这么的一个被告啊，他的确有权利自由离开，但是检调也有权利限制柯文哲的权利。但是限制柯文哲的权利是不是合理呢？这需要找法官去评理。于是第二天呢，台湾的这个北土城的法院就开了一个法庭，专门来审理，台湾的检察官对柯文哲本身的这个逮捕令是不是合法。检察官讯问的问题都是关于木可公司跟政治现金的问题，但是检察官讯问完之后，因为柯文哲主席表示他拒绝夜间询问，所以检察官就当庭预知逮捕。那检察官逮捕的理由是因为柯文哲主席涉犯金华城图利罪嫌，预知逮捕。他说这就是用 A 案来做案由来询问 B 案。那检察官的解释就是说，金华城案非常复杂呀，那你跟木可公司之间的这种金流的往来，有可能跟金华城案有关联，所以这个解释最终被法院所采信。所以法院裁决检察官对柯文哲的这个逮捕令是合乎法律程序的。于是乎呢，柯文哲又重新回到了台北市地检署，继续接受检察官的讯问。这是9月1号的事情啊。那这一天的时候啊，外面关于柯文哲的案子就开始越传越盛啊。台湾的这个媒体是严重过剩，消息满天飞。于是这时候很多人就开始传言，柯文哲已经被检方抓到了重要的金流线索。什么金流线索呢？就柯文哲当时让他自己的妻子陈佩琪一共是有700万的现金存到了，用 ATM 机的方式存到了自己的银行卡里。这700万的现金呢，好像是跟金华城案有关系，而且柯文哲说不清楚，不愿意解释。那很多人还分析说柯文哲这个700万呢，那你想想，严重是这个属于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啊。柯文哲当台北市市长，1年的薪水只有200多万，那你的700多万哪来的？你如果解释不清楚，这本身也触犯了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所以这一天在舆论上对柯文哲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利的。所以当天深夜，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就专门跑到了地检署的门前，专门发了一个声明。那我陈佩琪，我绝对相信我的先生柯文哲柯主席的清白。
那现在他被压在里面，那我是在外面，那我知道我自己的我知道外面的情况，但是他并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但是我现在在外面，我看到这些不实的新闻媒体的报道满天飞，说我们有什么大量不明的财产来源，这个我要说，这个都不是事实。我的钱每一分每一笔都是清清楚楚、干干净净、明明白白来的，而且这些来源我昨天都有跟检方清楚的交代过。那我觉得是很夸张的事。现在很多的媒体都引用说一些独家报道，转述我昨天在里面的一个证词。但是这些转述都是有一点偏颇跟片面的一个报道。那我们现在都要讲求说侦查不公开。那请问这个有做到侦查不公开吗？还是未审？还是对我的先生是一个未审宣判的一种报道呢？那我绝对会支持我的先生捍卫他自己的清白。那我绝对会相信他，会跟他奋战到底。那我在这里跟各位承诺，也希望各位的支持朋友还有小草们能够继续再给我们的加油鼓励跟支持，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第二天一早，也就是9月2号一早，民众党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们详细解释了这170万的来龙去脉，不是700万，是170万。事实上，已经往生的是陈佩琪的父亲，也就是柯文哲的岳父，在2016年往生，当时他有300多万元的遗产，透过财产继承交给了他的母亲，透过这个支票存取的方式，把这个遗产交给了陈佩琪的母亲，也就是柯文哲的岳母。那么由于呢，他的母亲已经非常的年迈，所以主要的照顾者都是陈佩琪医师。陈佩琪医师就用这笔父亲的遗产来照顾母亲，而他作为母亲的主要照顾人，陈佩琪的兄弟姐妹都同意由陈佩琪统一来运用这些钱来做他的生活起居的照料。而这笔钱呢，柯文哲实际上是不知道的。柯文哲平时在家里管钱都是他的太太陈佩琪，所以柯文哲不知道这笔钱的来龙去脉比较正常。更何况170万块钱跟金华城那么大一个案子来比，那你本身如果要是有对价关系的话，这也不符合常识。因为应小薇都拿了4300万，那你柯文哲如果最终拍板的要拿钱的话，那其实170万呢，那最起码也不能比应小薇低啊，对吧？所以台湾民众党当时开的记者会就讲这个数字传的是错的，而且他们炮轰检调办案本身有问题。请问说好的侦查不公开呢？这些内容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为什么检方发现了什么，就直接跟不排除扣合在一起？甚至在侦查庭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做了这么清楚的指涉，透过记者的笔法，想要去扣上柯文哲主席收贿这样子的一个帽子。在我们的检方公告决定要声押之前，就先透过媒体再带风向，跟特定媒体在有关于重大的司法案件交相配合的操作，意图如此的明显，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办案的检方，还记不记得什么叫做侦查不公开？要我说呢，民众党的这个指责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那你媒体这些消息满天飞，如果来自于检调双方传出来的消息的话，那确实是违法了。那后来台湾地检署也专门出来辟谣说，他说这个消息我们可没放啊，那他们没有找我们来核实，那不知道这个消息哪来的。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地检署他
说没有放这个消息，但有没有检察官私下给这些媒体透消息呢？那这就不好讲了，是吧？要不的话，那些讯问的过程中间的细节是哪出来的呢？所以啊，围绕这个攻防，双方呢又进行了一轮呢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争端啊。9月1号，检方对柯文哲提起了声押禁见。声押禁见什么意思？就是把他关到关照所里，在审讯之前不能把他放出来，而且呢，他的罪名还增加了，因为一开始啊只是金华城案这个图利罪，所谓图利罪不一定有对价关系，就是说这个人有不法所得，你明知违法你还批准，这就图利了。但是呢，检察官在经过跟柯文哲将近2天的讯问之后给柯文哲又加了一道罪行，就是公职人员受贿罪。那意思就是说，你柯文哲你解释不清楚的这些钱，极大可能就是受贿来的。当时舆论纷扰，都认为柯文哲在劫难逃了。所以9月2号这一天，法院要开2个庭。第一个庭呢，就是阅卷庭，就台湾的刑事诉讼法阅卷过程中间，法官要首先要裁定针对柯文哲的声押禁见本身是不是要核准，首先要开阅卷庭。这阅卷庭就是柯文哲的律师以及包括法官同时阅卷，双方的时间也大致是平等的。阅卷庭开完之后，再开羁押庭来裁决是不是批准柯文哲的声押禁见。结果在下午开阅卷庭的时候，那前台北市的副市长彭振声突然身体就不行了，要紧急送医。这紧急送医就耽误了时间，耽误了4个小时。等他再回来再开阅卷庭的时候，这阅卷庭开完就已经到下午了。当天晚上，也就昨天晚上8点钟，羁押庭才开始开。羁押庭呢就开始针对柯文哲的羁押行为，双方进行法律攻防。这羁押庭这几个方面呢也都有来头首先，这个法官呢叫朱家义，在台湾的历史上创造了连续53个小时庭审羁押庭的记录当时审判的是3名在职的立委。最终他裁决这3名的立委就直接声押禁见，也开创了台湾司法史上的先例也是一个狠角色而这个台湾的这个检察官办柯文哲的检察官呢也有来头，叫江真玉，也办过很多大案要案他带领了2名检察官直接上庭。而柯文哲自己的这个律师呢也不简单他过去曾经也是特侦组的这个检察官，办过很多大案要案据说当年陈水扁那个案子他也是在接手办的后来2014年的时候呢，他不当检察官了，开始当律师了，为柯文哲聘请过来做自己的这次这个辩护律师。所以这个检调双方，检察官、法官也包括律师这3方都是台湾这个司法界赫有名的人物所以在昨天晚上8点钟，这羁押庭召开的时候就备受瞩目。这羁押庭从8点钟一直开到了晚上11点，3个小时的时间结束。但是呢，法官没有当庭裁示，而是紧接着继续讯问彭振声。据说彭振声询问完了之后，再一并裁决。这彭振声的询问一直询问到了今天凌晨3点钟。于是，在今天凌晨3点钟之后法官最终裁决。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振声因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的图利罪，被检联认为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所犯的罪行是罪轻本刑5年以上的重罪，被裁定羁押。穿着红色外套，彭振声上囚车的时候已经可以自行走路，不用坐轮椅，脚步看起来也还算稳。委任律师强调会再提起上诉。而这个柯文哲这个无保请回。于是呢，柯文哲从法庭走出去，直接走到了支持他的小草之中。都跟他讲说，这个案子其实也在目前的所有的证据，也没有证据说柯文哲有去干预过这个案子。最后在答辩的时候，直接跟法官说，从检察官这2天的询问方式，我已经知道他们的态度相当明确，所以我跟法官说，请你不要为难。其实这一次真正辛苦的是法官，他扛住了最后的压力。好，我们回去，请各位回去休息，请大家好安平安的回去休息。好，谢谢大家。
过去的这70个小时的时间啊，最终柯文哲啊，经历了人身自由的失去，又最终经历了羁押庭啊宣布自己无保请回啊，应该说是个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怎么看这个案件啊？那么我的看法呢是这样的啊。首先，彭正生被羁押，就说明啊，这个金华城案啊，应该说这个有腐败，应该是比较清晰了。这个腐败的链条相对来讲也比较清晰。就是金华城啊，当时啊，沈庆京找这个应小薇花了4300万，让他搞各种各样的协调会。协调会的过程中间呢，柯文哲自己讲，他说这个案子他实际上没有关于，都是让彭振生去负责的。彭振生是分管这方面的副市长嘛，而彭振生呢，就是组织这个督委会来讨论这个案子。应该说，从现在法官裁决彭振生继续被羁押，就说明彭振生本身呢，在这个案子过程中间涉嫌腐败的嫌疑非常巨大，而且他的这个证据也比较充分。我看媒体报道啊，就彭振生解释说啊，他退职之后呢，去做顾问，做了顾问呢之后收到了一些报酬。但是这个说法看起来不但没有被检察官所采信，同时法官也没太采信，于是彭振生呢被声押禁见了。但是柯文哲的解释是什么呢？我直接跟法官讲说，所谓的金华城840的容积率，840%容积率，其实当年在送公开展览以后，再转送督委会或数字计划委员会以后，我完全没有去过问，因为作为市长不应当去过问干预个案。所以后来那个容积率840%，其实我完全不知道。直到今年3、4月间，媒体开始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说这个案子的容积率是840%。看起来柯文哲的这个解释啊，法官相对来说是比较采信的，于是柯文哲呢就被当庭释放了。那么从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个人觉得，就检察官在办柯文哲这个案子过程中，的确有些用力过猛。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柯文哲啊，这个我们上期节目来讲，我上期节目我批评他，说他这个格调比较低，政治献金案里头乱七八糟，包括这个选举补助款直接划到自己的账户里。但是那些问题都不涉及到刑责，但是金华城案呢，确实涉及到刑责。但是柯文哲毕竟是台湾第2大反对党的主席啊，那你对这个反对党的主席家里进行直接搜查，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选择。那这个重大的选择就要求你检察官有比较充分的证据。但是检察官在过去的几十个小时办案的过程中，掘地3尺，找来找去，找到的证据，最终法官认为证据不足。法官呢，在裁决羁押庭的时候就讲到了他自己的理由，就是柯文哲这个金华城案涉案的过程中证据不足，还有其他解释，所以裁定没有羁押的必要。因为如果要羁押一个人，有几个理由：首先是你犯罪嫌疑巨大，其次你有串供逃亡之余，第三你有毁灭证据的这个动机。那么这里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犯罪嫌疑重大。那现在法官就认为柯文哲这个犯罪嫌疑并不构成重大，虽然你检察官在起诉的过程中你还单独列了一个公职人员行贿罪，那也就是说检察官动了这么大的阵仗，对柯文哲的家、民政党的总部进行搜查，最终找出来的证据也极为牵强。那人家民政党就讲，那你这不就是政治迫害吗？你如果能找到证据，那倒也无妨，对不对？就像陈水扁当年抓起来了，的确找到了海角7号啊。但是柯文哲这个案子现在检调搞了几十个小时，最后搞出来的结果法院也没认。那就说明什么？那就是检察官在办这个案子的过程中，就我说的，的确是用力过猛了。那民众党的指责就是检察官在办这个过程中，他可能是先有新证再搜集证据，甚至不排除是政治迫害。有没有这种可能呢？那也的确有可能啊。我也曾经讲过，民进党啊，其实在台湾是不太怕国民党的，因为民进党收拾他是非常有经验的，只要选举的过程中，只要一喊台湾人选台湾人，台湾万岁，台湾民主万岁，国民党就死了。但是他们比较惧怕的是谁？比较惧怕的是柯文哲这支白色力量，因为白色力量第三势力
他是号称是自己超越蓝绿的，那么这个力量如果兴起的话，他如果真的取代了国民党，或者说他不取代国民党，在台湾形成三国演义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势力，那对民进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你就比如说现在的台湾的立法院，那这个柯文哲的民众党加上国民党的这个立法委员加起来就过了半数，那民进党在立法院就没有拥有过半数的优势了嘛，所以你很多政策你就通不过了嘛。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说，把柯文哲和民众党搞死是最符合他的最大利益的。那么有着这样的一个时机，趁机把柯文哲搞掉，把民众党搞死，那这符合民进党的利益啊。所以你这背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台湾的法院最终在柯文哲的这个羁押庭上还是坚守了司法独立的精神。当然了，柯文哲虽然说是被五保请回，但接下来还是有双方的一系列的攻防，并不表明柯文哲在这个案子过程中间就无罪，因为起诉他还是被告，他还到时候要法庭去应诉。所以双方围绕着金华城案这个攻防，在未来呢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不管怎么说，这过去的70个小时的时间里头还是体现了台湾的司法制度本身所存在的非常积极阳光的一面，同时呢也有那种非常阴暗让人见不得阳光的那一面。但不管怎么说吧，无论是阴暗的一面还是阳光的一面，它都构成了我们整个华人社会中间的一个样板。对于很多大陆的观众来说可能也是我们未来的前进过程中间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预报机会。3个字送给柯文哲：脏东西，脏东西，怎么可以这样子送土地给人家，送容积给人家？这样子的方式一而再再而三的下去，会让我们的司法只会成为政治攻击、政治追杀的工具，而不是在实现人民真正所期待的公平正义。其实这一次真正辛苦的是法官，他扛住了最后的压力。好。我们回去，各位回去。